人主有两大患，一者任贤，二者妄举。任贤则人主失行德二比，妄举则多伟大不掉。织田信长用德川家康，便是同时犯了这两大统治之祸患。然而时也命也，既然联盟已成，信长和家康也只能尽量消除不利发展。只要东部的诸大国尚存，织田家便不能吞并德川家。信长想要家康军团化，家康则要时刻向信长表忠。信长进则家康退，信长骄则家康忍。然而家康愈退愈忍，则他在织田阵营中就越显得隐患。日本战国维持时间最长的青州同盟，就是在这种双方都如履薄冰的氛围下维持了20年。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战国实力最强大的军事联盟——织田信长和德川家康的青州同盟。永禄3年5月19日，当时号称距离天下最近的男人，统治骏河、远江、三河三国的东海道第一公取金川议员，遭到了尾张大名织田信长的奇袭，当场丧命，也就是众所周知的统辖间之战。从小在金川家做人质的松平元康，也就是后来的德川家康，本来也是参与了金川军的行动。金川军战败之后，冈崎城士兵畏惧织田军，逃回了骏河，家康便接手了这座原本就属于松平家的城堡，终于得到了他心心念念的独立。那么既然独立了，接下来要做的自然是扩张势力。虽说此后金川氏真为了稳定局势，和松平家重新确立了主从关系，但是对于这种自己的父亲死后立刻趁火打劫的下属，双方是断然不可能长久和睦的。那么既然东边的爹已经靠不住了，家康就决定转而投靠西边的大爹。独立之后不久，家康就派遣石川树正前往拜会信长，寻求结盟。而另一方面，既然织田信长讨杀了金川议员，双方自然就成了不共戴天之敌。但此时信长自己的事业也是才刚刚起步，甚至都还没有实现尾张的统一。一定要选一个的话，信长应该是更需要把力量集中起来，对抗北边的美浓国大名斋藤龙兴。如果能把三河的松平家拉入到自己的阵营，作为对抗金川家的缓冲力量，那么会大大有利于织田家的战略展开。因此织田信长也派出了德川家康的舅舅随叶信元前往谈判。双方的领主都对结盟持积极态度，但是距离真正的结盟还是花了一段比较长的谈判时间。主要是因为织田家与金川家长期对立，而松平家的本家已经倒向金川家数十年了。双方有很多的主要封臣之间都是世仇关系。事实上，统辖间之战后局势刚刚稳定，双方的家臣们之间就迅速又爆发了一系列的小规模战役，尤其是松平家的重臣们对结盟的抵抗很大。就这样过了2年，永禄5年的1月15日，家康亲自前往信长的居城青州城，双方正式结盟，故而称青州同盟。一些史料也称之为知德同盟或者是尾山同盟。直到天正10年本能寺之变，织田信长遭到明智光秀背叛讨杀，青州同盟维持了20年，中途双方没有一次背盟。这里面固然有织田信长行事风格的原因，基本上不到万不得已他不会把朋友变成敌人，但也能看出同盟对织田德川两家的重要性。虽然是结盟，但是从中期开始，信长的力量就已经无敌于天下，以至于很多人误以为织田德川已经是心照不宣的主从关系。而且有很多历史剧和小说都是为了其主线叙事的方便而描绘成了德川家康与丰臣秀吉明智光秀看起来是平起平坐的。但是家臣和盟友那是不可能没有区别的，就是再怎么抬高织田军的各路军团长们，淡化他们的家臣身份，他们在织田家面前的地位最多也就到丰臣或者是交付了人质的从臣这种地位。而德川家可是真正的平等的盟友，没有明确的证据显示双方有人质关系。而让后世认为信长和家康之间存在着主从关系的最大原因，是家康杀死了他的妻子祝善殿，以及逼迫他的儿子松平信康自杀的事件。江户时代的大部分官修史书中都说这是织田信长的要求，但是正如我在之前的家康杀妻的视频中所说，这种说法不仅最重要的德基信件的内容本身极不合理，而且整个事件发展的过程也是漏洞百出，可信度极低。我也例举了像是山河物语信长公记这些其他的可信史料中对此事件的完全不同的显然更合理的记录。我认为官修史就是为了顾及家康的颜面的伪造，真实发生的是重视忠孝道德的山河武士们内部发生的分裂斗争，信康失败，赖明基被牵连，详细可以看这个视频。
永禄5年11月，织田信长终于统一了尾张。永禄10年8月，攻破稻叶山城，基本控制美浓。此后，信长迁居稻叶山城，并改名为岐阜城，打出了天下不武的旗号。永禄11年9月，受室町幕府第15代将军足利义昭的敕令，信长开始上洛。在护送足利义昭上洛之前，信长先击败了晋江一哥六角承祯，之后又迅速地击破了护送第14代将军足利义荣上洛的三好山人众。之后有惊无险地成功护送足利义昭上洛，取代足利义荣。一般认为，护送足利义昭上洛之后，织田家与德川家之间就有了不可逾越的鸿沟，青州同盟的内部博弈由此开始。另一边，德川家的扩张则是联合了甲斐的武田信玄，趁着金川政权尚未恢复元气，彻底消灭了他们。德川与金川之间连续爆发了萨塔山口之战、金川馆之战、挂川之战3次主要的大战后，金川家彻底被消灭，成为德川家的附庸。冰松玉在成记记载，金川家灭亡之后，织田信长出面调停一触即发的德川家康和武田信玄，建议双方以大井川为界，分治骏河和远江。之后，德川家康支持信长参加淄川之战，再然后武田信玄武力上洛，实际上同织田信长决裂。经历了三方原之战、长筱之战、天部山之战之后，武田家终究不敌织田德川联军，遭到灭亡。在这些战役之中，织田与德川一直是以联军的形式作战。在本能寺之变前，信长在安土城设宴招待上洛游玩的德川家康，信长亲自为家康敬酒，席间二人互称盟友。当然，双方实力悬殊，即使是平等的结盟，真正平等相处肯定是不太可能的。确实，信长一直试图一步一步地将德川家变成织田军的一个固定军团，家康则是一直耐心地应对，没有放弃德川家自己的可能性。长筱之战后，织田军深入甲斐国，继续进攻武田家，历时7年，彻底灭亡了武田家。这段时间，德川家则是在进攻武田家在远江的势力范围，策应织田军。在武田胜赖死后的论功行赏中，德川家康实际上是与明智光秀、织田信忠以及木曾义昌同列的。虽然当时明智光秀和织田信忠是织田军中实力最强大而且最有自主性的两个派阀，也有同为独立势力的木曾义昌作陪，但是难免显得信长是故意给世人一种德川家是被织田家赏赐了骏河国的感觉。此外，信长公记记载，此事之后，信长返回岐阜城的道路上，德川家康全程接待，扩建道路，准备食材，沿路警戒，甚至连道路的清洁、修剪树木这些都是家康亲自安排人做的，完全就是家臣的工作。可见武田家灭亡之后，织田信长和德川家康可能都开始重新考虑双方关系了。咬尽弓长，现在德川家顺势臣服的话，还能得个体面。只是本能寺之变打破了这个计划。不过这样看的话，本能寺之变后家康的迅速行动就显得有点不正常了，很难说他没有一些不能让信长知道的想法。在本能寺之变后，家康先是绝死绝命，通过伊贺越成功躲过了明治军的控制范围，回到东海道。3个月后的青州会议，家康直接放弃了这个分赃机会，而是早早的全力夺取甲斐国，直接明抢，比丰臣秀吉、柴田胜家这些迫不及待分赃的做法还要难看。一出事就马上盟约算个狗屎，可以说是从武田信玄的身上学到了灵活道德的精髓。在以前本能寺相关的视频中，我只说家康和光秀联手的可能性极低，一笔带过了。那既然话都说到这儿了，就是时候补充经典阴谋论：德川家康和明智光秀联手策划本能寺之变了。这个阴谋论主张的简单过程是，织田信长在武田家灭亡之后，认为青州同盟已经不再必要，反而德川家现在的实力太大，以后恐怕会尾大不掉。于是他谋划杀死家康，打算安排明智光秀去执行。但是光秀反过来利用这一点，与家康联手，先杀死了信长。最大的旁证当然是安土城的传教士卡里安的日记记录，说在一次会议上，可能是讨论征服上杉、征服毛利以及招待德川家康3件事，信长突然将明智光秀单独带到另一间房间密谈。虽然不知道2人对话内容，但是他们分歧越来越大，最终爆发了激烈的争吵。等小信开门时，就只能看到信长异常愤怒地对明智光秀骂道：“你这个笨蛋，怎么就是想不明白？”然后连续踢击地上的光秀。那么亮明我的态度，这个记录是否可信？我觉得多半是可信的。虽然原文已经丢失，现在是通过弗洛伊斯的转述记录知道了这件事，但是无论是卡里安的其他汇报，还是弗洛伊斯的其他转述，都比较可靠，
因此这件事应该确实是发生过。这件事是否和本能寺之变有关？我觉得可能有。明智光秀的地位当时已经太高了，他突然的叛变应该是和近期的变化有关，这种突发事件的影响是很有可能的。他们的密谈是否是信长想要暗杀家康？我觉得应该不是。我不认为信长真的会判断现在是杀家康的好时机。对信长来说，在本能寺之变的时期，他正在准备组织一波大军与西边的毛利决战，并且顺势征伐四国的长中我国家。即使是信长要同时进攻2股100万担级别的力量，也绝非易事。而他现在敢于集中力量，必然是考虑了柴田胜家刚刚挫败的一次上山军，以及德川家在东边缓冲的北条和上山的突然袭击可能性。现在杀了家康的话，那四国就别打了。所以，就算信长想要对家康咬尽弓残，现在对信长而言也不是一个好的时机。那么，织田信长和德川家康都是精通战略之人，是否有其他的发展，我也不知道。虽说古之为英雄豪杰者，不过面后心黑而已，但我认为，至少对信长和家康来说，在本能寺之变的时间点，青州同盟都是利大于弊的。都看到这儿了，别忘了点赞订阅啊！这里是巫女花散里演绎日本历史与传奇的频道，我们下期再见。